澳大利亚智库大赞中国科技领先全球，有配合美国之嫌，我们要小心疯狗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近日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称，中国在44项最关键和最新的技术中，有多达37项惊人领先于全球。报告认为，对于某些技术来说，世界上排名前10的领先研究机构都在中国，他们发表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论文的总数是美国的9倍。客观地说，中国目前的确在很多领域都具有领先优势，包括国防、航天、机器人、能源、环境、生物技术、人工智能、先进材料和量子技术等等。其成果充分证明中国的科技发展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。印度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，可是在这44个关键项目里，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。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让美国人感到忌惮的真正原因。中国的科技实力的确很强，访华智库也不是完全在撒谎，但是其统计方法和给出的结论有一定的误导性。我们在高兴之余，必须理性客观地看问题，找到自己的不足，继续奋力前行。首先，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原创性的科研成果的比例仍然偏小。高等教育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领先地位，实际上是不断追赶西方的结果，或者从海外引进人才后，在国内开的花结的果。中国1/5的高影响力论文是由在国外接受过研究生培训的人所撰写的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在教育领域相对落后的现实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成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。如果以后没有石头可摸了，需要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时，这个挑战会变得非常大。在这个表中，美国领先的7个领域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加快追赶的速度。这些领域包括：第一，高性能计算机；第二，先进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；第三，自然语言处理；第四，量子计算；第五，疫苗和医疗对策；第六，小卫星；第七，太空发射系统。不说别的，光是马斯克的星链和可重复使用的火箭，中国就得花功夫追赶。第三，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短板较多。2017年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量的比例仅为5%左右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5%至20%相比，这个差距不是很大，而是非常大。中国很多企业只搞应用技术研究，不愿意搞基础科学研究，最后就会出现发展瓶颈。比如在芯片技术领域，就面临着被美国卡脖子这种情况。在信息通讯、高端装备、工业基础材料、航空航天、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，我国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。第四，论文比例高不等于实用能力强，论文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。美国没有这样的评价方式，但是相关行业的科技实力却依然领先。在有些领域，中国论文发表的比例很高，但在实验层面所出的成果并不多，依然需要加油。在拜登政府发动对华芯片战争之际，这份报告渲染了西方民主国家在全球研究竞争中败给了中国，其目的无非是警示并团结西方国家，敦促各国政府加大研发投入，避免被中国超越。这本身就是新冷战思维，动机不纯，暗含恶意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外国智库说中国厉害了，先要看看其动机到底是什么。只有冷静思考，才能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。多年来，经过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，我们的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，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差距。可以预见，中国科技的发展接下来将面对残酷的竞争局面。美国发动芯片战争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还会像疯狗咬人一样，在任何美国拥有领先优势的领域向中国发起挑战，对中国实施打压。为达此目的，他们还会不断地向盟友传达对中国控制产业链的担忧，拉拢更多的国家遏制中国技术的进步。
甚至限制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理工科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我们反而要变得更加开放，积极开展以非美国控制的国外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交流，通过加强与其他科研强国，特别是欧洲的交流与合作，打破美国的科技封锁。中国的科技现在的确很厉害，但也存在着不少短板，因此仍需保持开放，以吸纳更多的新技术为我所用。面对中国的科技进步，美国人已经开始坐不住了。当一只疯狗开始咬人时，最好的选择一是灵活地避开它，二是给它套上嘴套，让它张不开嘴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